我觉得我刚刚应该是看了人生中最美的日出。我是真的有好好享受这个地方，又把这里的美拍出来。100分1000分，无需多说了，这间定就对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舍令，我终于又来巴厘岛啦！现在呢，就躺在我其中一间 villa 的吊床上，有点太舒适了，所以决定要慵懒的录这个开头。这一支影片呢，要来开箱2间在巴厘岛订到的 Airbnb。事情是这样子的，大家记得3年前不只是旅行，就是我们其实拍了一系列巴厘岛影片。然后其中也有一次住宿嘛，但我们那时候是闺蜜旅行，有4个女生，所以当时候选的就是比较适合姐妹的。但这一次呢，我是跟男朋友来度假的，所以这次的住宿呢会蛮适合情侣的。最一开始呢，我其实是答应我男朋友说这次不工作，就是好好的度假。但是呢，殊不知 JC 他订了2间，我真的觉得超级特别，就是 view 超级好的住宿。我先给你们看一眼我现在面前的景色，我自己的泳池，夕阳会从这边掉下来。我自己觉得我如果不记，我会很不舒服，所以我就跟他申请说，这一次的小旅行我只拍住的，我们还是会有一些其他约会行程，我们就是保留给自己，或者是在 IG 上稍微的分享。这一次的2间住宿呢，都不是那种一个晚上破万的大饭店，所以我会觉得蛮适合，就像我们这样子情侣来过一些重要的节日的。所以如果想要知道巴厘岛的情侣度假选项的话，记得把影片看完哦。但提醒大家，可能会有一些放闪的画面，先不要生气。度过了一个超级无敌快乐的下午，我是真的有好好享受这个地方，又把这里的美拍出来，好满足。现在呢，正在前往我们第1间 villa 的路上。才刚到巴厘岛，然后就马上想起了，这是一个非常塞的地方。第1间要住的呢是，它的位置其实是在场顾的北边一点点。然后场顾这一区就是之前我们有介绍过，很多咖啡厅啊，然后有很多像是 beach club， 然后有冲浪、海滩，然后也可以买东西，是一个 lifestyle 选择很多的地方，也有蛮多自由工作者选择在这边居住。3年前的时候，我觉得算是发展蛮刚好的，但是听说现在已经就是越来越挤，所以现在很多 villa 跟餐厅都往北边去。然后我看 Airbnb 上面照片就是夕阳非常漂亮，所以我很希望我可以赶上他们的夕阳，至少一点点晚霞也好。我知道大家一定会想说，怎么会有人周年旅行还在工作，我怎么还在拍片？我给你们看一下我男朋友现在在干嘛，不工作到最后一刻不甘心的那种。我们到咯，这间巴厘 Amore。他找的，先讲一下这间呢，我们在 Airbnb 上面订是一个晚上7000多，但是其实是可以住4个人。哇！你们看我面前，这个是我们的私人泳池，然后夕阳从这里掉下去，那里其实是有人会来专门看夕阳的海滩的，底下超多人的找得很好订房达人。好强，好强哦！这个位置呢，夕阳会直接从这一个地方掉下来。这个就是我们这2天会住的家。OK， 现在已经是隔天的中午了，让你们看一下大白天的泳池就是这么漂亮。但是我决定晚一点再去，因为现在有一点太晒了。
那我趁现在呢，来开箱一下我们的房间。其实房间我昨天呢已经拍过一次，但是我觉得它白天更漂亮。你进来咯。哎呀，房间超级无敌大。我们从那边开始，因为那边有女生最在乎的全身镜。我刚刚就直接把脚架架在这边，就是拍一些穿搭，非常非常适合女生的一个地方。然后后面呢是我们的大客厅，我们2个人有一个像这样子 L 型的沙发，我是不知道2个人为什么要那么大的空间，但是我觉得很爽，因为我东西可以乱丢。然后那里呢是我男友的工作区，他之前跟我说效率增加100倍，公司看起来很棒。办公室的 view 非常的好。再来是这张很大的床，我觉得房东还算蛮贴心，因为这边其实是有些蚊子的，所以我们昨天是有把蚊帐拉下来的。然后我觉得它算是软硬适中，但我们昨天睡下来呢，发现它有一件同时是优点又是缺点的事情，就是它隔音非常的差，所以你晚上会一直听到外面那个海浪。会说是优点，是因为像我一样好睡的人呢，可以把它当做白噪音，但是这个人呢，昨天就有点睡不好，睡眠品质差的人呢，记得要准备个耳塞。然后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衣柜，接下来开箱一下浴室，我超喜欢这个浴室。你们看，是一个采光超级好的露天浴室，盥洗的地方呢也是有很多层架可以让你堆东西，所以就不会东西挤在一坨的感觉。然后我真的超喜欢它这个淋浴的空间，因为我刚刚是正中午洗澡的时候，那个光是直接洒下来的，你真的是沐浴在阳光下洗澡的感觉。可是你又不会觉得很热，因为上面是有树荫的，然后你就看到它这个植物啊，全部被打亮，超级漂亮，就是会是一个你坐在这边会一直很想要洗澡的地方。对，然后呢，这里有一个全身镜，然后我还没开箱完，我觉得它这边最棒的设计就是这个门呢打开，你们看，它直接通往我们的泳池哎。像我们昨天游完泳啊，你就可以直接冲进浴室，然后再进房间，你就不用经过这边，就是也不会把自己的房间给弄脏。然后它也有附泳池专用的毛巾，可以让你挂毛巾啊、挂泳衣什么的，有一大堆给你休息的空间。像这里还有一个大沙发，你也可以坐在这边看海。这边还有一个吊床，超级大的餐桌，就是如果你们是住4个人的话，大家就可以一起在这边吃饭。它也很贴心哦，就是有附防蚊液给你，对，非常专业的房东。然后也有饮水机，所以不怕没有水。这边呢还有一个蛮完整的厨房，连果汁机都有，咖啡机、烤面包机、微波炉、冰箱。但如果你懒得煮的话也没有关系，就是这边骑车1-2分钟就是有很多咖啡厅，就是生活机能我觉得也很棒，就是你想要在里面耍废也可以，但你想要出去晃也是可以。那我刚刚开箱的呢是我们的主卧，然后你这样子走过来之后呢，这里还有一个小木屋，所以我开头就说这边其实是可以住4个人的。这一间呢就算是比较基本的，有床，然后有一个小桌子。对，然后我也来看一下它的浴室。这些浴室也是有光会洒下来，然后就有多一些那种佛像的装饰。所以我们2个今天基本上除了吃晚餐之外，应该是没有要出门的。等一下傍晚呢，就会在这边看夕阳。如果有拍到更美的夕阳的话，再拍给你们看。真的太喜欢了，真的太喜欢了。都还没看到夕阳，然后我觉得我已经度过了一个超级无敌快乐的下午。然后我看到的画面呢，其实全部都是空拍机跟单眼架脚架拍出来的。其实刚刚在拍完的那个瞬间呢，就是我突然意识到，我真的好喜欢摄影。
我其实住过很多很漂亮的饭店，可是以往就是一直赶行程，就是可能还有什么景点要去啊，或者是如果是住一些大饭店，就是你要拍这个设施，拍那个设施，就是我觉得我其实很少有一个时间是可以好好的拍我想拍的东西。刚刚那些画面，我其实就是可能坐在那边休息一下，拍一下；去那边坐一下，拍一下，然后在这边看个书，再拍一下。我是真的有好好享受这个地方，又把这里的美拍出来，好满足。跟你们分享一下我的喜悦。我觉得也很多粉丝很可爱，们都会私信我说：“舍利，你不要再拍了，你不要一直工作。”但是我要澄清一件事情，这件事情其实对我来说，它不是只是工作而已，它是一件我真的很喜欢的事情。谢谢大家喜欢看我的影片，我才能一直持续的做我喜欢的事情。出现了，我在赚钱包，100分，1000分，那可以把这里买下来吗？好耶，无需多说了，这间订就对了。中场休息时间，跟大家报一个重要的消息，就是我要来开 Sport Coco 的第4团团购啦！不只是旅行的粉丝，应该对于 Sport Coco 这个品牌已经不陌生了，因为我这5年以来，不管是像巴厘岛那种海岛行程，或是我现在在日本的山上，都是使用 Sport Coco 来保养跟上底妆的。那上一次开团呢是今年的6月8购物节，这一次是搭配1111的购物节，那团购优惠是可以叠加上去的。其实我也真的是跟 Sport Coco 合作很久，所以他每次都把非常好的档期留给我们的粉丝。如果你是买过单纯想补货的人呢，可以到资讯栏找连接，时间会到11月10号为止。那没听过介绍的朋友就容许我素颜直接为你们示范。Sport Coco 我最推荐的2个商品呢，仍然是这个运动粉底跟安瓶。先讲安瓶的部分，它是一个这样子包装的精华液，它小小的不到1克，但是其实内含3片面膜的精华液，挤出来之后抹到脸上，10秒的时间就可以保养完成，然后脸马上有亮起来的感觉，它吸收超快。像我前几天去爬山嘛，3天我就在6个，那我整个保养品的重量就才6克。我自己很常在潜水完使用，或者是带上飞机，就是让你随时随地都可以保养。它安瓶又分成保湿安瓶跟救急安瓶，分别适合日常保养跟晒后急救。他们平常是卖1盒10个，但如果是团购期间呢，你可以买到像这样子的无包装组，它这样一袋里面有30个，像这个袋就可以重复使用，不会浪费包装。那我就是把我所需要的安瓶全部装在里面带出国。那运动粉底的部分呢，我是真的超爱，这5年来只要我有上妆，几乎都是使用它。我现在就直接上半脸给你们看。那我最喜欢它的一点呢，是它的质地非常的水润，你们看，我是直接用手就可以推开的，因为我是一个超级无敌讨厌就是带美妆蛋的人，美妆蛋就是个很难携带的东西。上完半脸让大家看一下效果，我的右脸是有上妆的，左脸是没上妆的，应该蛮明显的看得出来，我的右脸的肤色是比较均匀，而且有点提亮的。那左脸呢，就是这边有点泛红，但是右边是可以盖掉的。但是你们不觉得我右脸其实妆感很自然吗？就是有种未素颜，然后气色很好的感觉。而且重点是，它上完的感觉就是非常的透气舒适，不会有那种你的皮肤没办法呼吸的感觉。那用完1瓶安瓶、1层粉底加1层蜜粉之后，我的底妆就完成了，是不是超级自然？而且它这个粉底还有优点，是因为它是做这种塑胶软管，就很适合旅游或是带去户外用。这个粉底液总共分3个色号，我是用中间的健康色。如果每天使用的话，大概是1个月到1个半月之间会用完。那我最推荐的组合有3种，第一个是直接买3支粉底液，第二个是一组像这样的30入无包装组，第3个呢是一组无包装加1支粉底液。那 Sport Coco 其实还有像是卸妆乳跟防晒都很好用，大家可以再去翻一下有什么组合是最适合你的。那前面有讲过，我这一次的团购是搭配了1111的购物节，那总共有5层优惠可以叠加，因为太多了，所以我必须要看小抄。第一个是不管买多少都是全馆免运，第二个是满额折扣，第3个会有满额赠。
第4个是下单就会送修复安瓶1支，第5个是我的粉丝专属优惠是，只要下单就会送1支救急安瓶。那如果满2500的话呢，会送1支小的7ml的运动粉底，然后我还会抽出1位购买的人送你我在上高地买的小礼物。记得团购直到11月10号，大家可以到资讯栏找连结跟看到更详细的文字优惠资讯。那我们就继续开箱下间 Villa。现在呢，我们已经到我们第2间住宿的附近了，但是呢，它是位在一个车子进不去的路上，所以饭店的人是出来帮我们拉行李的。为什么最后这次订到2间呢？就是因为这天就说这2间给你挑，我就很贪心说，不如我们就把旅程改成4个晚上如何？小孩子才做选择。小孩子才做选择，这个是台湾人一个很知名的说法。大了，我们有钱了，我们就什么都要啊。真的很远哎，上来的时候不是很累。它呢一样是差不多7000台币，但是这间呢就是最多住2个人，真的是直接面把杜尔火山。2个都有。对，这边有1座，那边有1座。跟我一起开箱喽，我也还没看过。欢迎来到我们这2天的家。Outdoor Cabins， 连 check-in counter 都很漂亮。现在火山上面有点云。这里是饭店的餐厅，光是这条下去就很美了。我们都还没看到重点呢。到了，到了，是一个可以生火的地方，然后我们需要的话，它可以来帮我们生火。这个是饭店特别为我们准备的，就是他们都有先用 WhatsApp 问说你们这次是不是来有什么特别的事情，然后我就说是我们的就是周年，他就说 OK， 那帮你们准备这个，Thank you so much， 很可爱耶，我们的小客厅，这里就是有一个沙发的空间。然后，哇，他还有帮我们附这个哎 ，Happy Anniversary 哎，哇，好傻眼哦！哇，我们的房间超级漂亮。接下来的行程是在房间按摩。我们呢一样是秉持着没有要出门的意思，但是很想按摩，就请饭店帮忙找按摩师来房间。当然去外面做一定比较便宜，但我们就想说都来住这种好的，就是没有要出去的意思。massage 呢也是请饭店帮忙安排的，一切都在外在解决就好。我们要来按摩。现在呢是晚上6点半，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了。提醒你们，如果要订这间的话，来一定要带有外套，因为晚上的山区还蛮冷的。我们的火已经生好了，它这边也有给你暖暖的毯子。这边的服务我觉得方方面面都算蛮周到的。你入住之后呢，他还把你加入一个 WhatsApp 的群组。然后刚刚在5点多的时候，他就在群里面讲说，现在的时间点很适合生火，因为你可以一边烤火一边看那个夕阳的晚霞山景。就是你一直在叫哦，哎呦，你要干嘛？来，我摸摸。他不要，他要你哎。好像发现没吃的，走了，走了。大家，我有点不敢相信我面前的景色，因为昨天这边还是大阴天，你们看现在长这样子，我是这样子从床就可以看到窗外的风景的哦。我住过这么多漂亮的地方，我不知道我原来可以再被惊艳到。就是它这个窗是整片超级干净的那种。对。我现在直接把相机架在那边缩。还有云海，现在在放水，等一下就可以去那边泡澡，一边看日出。
This is my sky, bright blue. I found you. 我觉得我刚刚应该是看了人生中最美的日出之一。现在有点难说什么是最美的，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等级都很高，但是这个是 top 的那一种。你可以看到火山湖上面的那个云雾，这个幸福指数跟爬山是没得比的，不同的幸福。我们甚至躺在床上都可以直接看到日出。巴杜尔火山最多人爬的，巴厘岛的第3高峰，阿棒，巴厘岛的第2高峰，后面的那个就是我们爬过的阿贡火山，第1高峰，所以第1、第2、第3高峰都可以在我们的房间里看到，完美。这个浴缸啊，就是我们昨天晚上也有泡，面前是整面的星星，没有那种你知道深山里的那种密集度，因为那边都有一些城市的光，但是你还是可以看到那个阿贡火山的轮廓，然后星星满天的，也算是我看过的星空的前几名。然后这一切就是在你的房间内就可以完成的。跟你们分享我的很美好的早晨，拍得很开心，也看得很开心，也泡澡得很开心，超级幸福的一个早上。访问一下，这是你人生中看过最美的日出吗？肯定是最美，也是因为我不住在这里。要这样闪人家？那你亲我一下，要用这个做早餐的结尾。我开头有跟大家说，这支影片会有大量的放矢。我们都一致觉得住在这边唯一的一个大缺点就是刚走上来真的超累，快死掉。而且它是很陡的，很陡的。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们这次的包车呢是跟 Luxury Transportation Bali。虽然说巴厘岛你很容易可以叫到 Grab 或者是 Gojek， 但是包车的好处就是这种长途，而且尤其是这里比较偏远。现在我们这次就是来度假的嘛，就是想说舒服一点。目前已经搭到他们3天的车了，觉得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司机不会迟到，只有他等我们，没有我们等他。其实东南亚蛮多地方的司机都会迟到，所以我觉得是品质还不错的，然后英文也可以沟通。那我会把他们的 IG 放在资讯栏，可以直接在那边订车。那如果说你是英文比较不好的话，可以跟他们讲一声说能不能给我中文的服务，他们会转介一个 WhatsApp 的客服是可以用中文沟通的。所以我觉得对于台湾的旅客也非常的友善，推荐给你们。我跟你们说，我呢已经快要被 Kintamani 这一区吓疯了。Kintamani 就是我们这次这个饭店的区域嘛。我现在在一间超屌的咖啡厅，后面就是巴杜尔火山的景。这一区其实有很多间面山景的咖啡厅，但是这一间直接跟你躺在泳池中看火山欸，直接给你们看这里360度的环境。我们是坐在里面吃饭的，然后它下面还有很大的泳池。我是真的觉得巴厘岛它的神奇之处呢，就是目前我已经来应该有6、7次了，它每一次都可以给我惊喜。然后我知道我说好了我不拍，可是我忍不住。有跟我们一样住在巴多开本的话，一定要来这里，因为它其实开车只要5分钟。在这边的低消是1杯饮料跟1份餐点，然后刚刚吃完觉得好吃，然后一个人大概花300-400台币，很扯，请存。对，但是这个位置其实有点热，所以我建议坐里面，然后在外面拍照。OK。接下来来到一个私人的温泉汤屋，大家应该知道这一区就是火山区。那火山呢，就是有地热，地热就是有温泉。
这就是走一个很放松的行程嘛，所以我们下午就是喝咖啡、泡温泉，等下回家吃饭，就这么简单。这一间叫做 Onsen Valley Private Nature Hot Spring， 它的评分是5.0，但是只有40个评论，所以我推测它应该还蛮新的。它是算人头的，一个人是300钱，是600台币。以这一区来说算贵，但是你可以有私人汤屋，所以我觉得应该会不错。一样是面山景的，然后我们2个人泡这么大的池啊 ！Is this place very new? New, very new. 2 months ago. 2 months ago. And here, no private like this. Yeah. We were looking around and we saw this place and we were like, oh wow, it's special. It's very special. I find this concept in Japan. 很棒，标准的适合情侣的地方，应该跟其他比起来贵一些，对，但是也不会太夸张。但是你有私人的空间，对，但它也没有超级私人，因为你看，其实它旁边另一池在那里，对是有一些缝缝。对啦，然后其实对啦，然后那里这里其实有些村民这样子。好啦，看一眼浴室，是干净巴厘岛风的浴室哎，好赞哦！用一堆植物包围，然后中间是木质的建筑，然后用这种石子围起来。它就是结合了日式这种私人汤屋的氛围，然后加上巴厘岛的设计。但我觉得这里呢，可以的话，我觉得下午4点过后再来，否则中午我们刚刚在那个咖啡厅那个时间里泡温泉，应该真的会热死。但是现在太阳就是至少没有直晒到我不知道它几点开，但它开到晚上10点，所以晚上的话应该也不错。现在呢，是我们在这间住宿的最后几个小时了，等一下12点就要 check out 了。想说来跟你们分享，实际上住过之后呢，我们发现这里的一些小缺点。我觉得有些地方确实是它看起来很漂亮，拍照很漂亮，可是你真正住进来之后，会 here and there 觉得有一点小小不舒服。首先是我觉得它的室内空间是有点小，2个人来的话可以带1颗行李箱就好，不然你走路的空间会有点卡卡的。那再来就是它的住宿虽然还不错，是有附早餐的，但是我们都觉得没有很好吃，我们2天其实都没有吃完。对，然后它的那个餐厅超级热，所以我们今天就决定要在房间里面吃。但是房间也是，它其实没有一个真正可以让你就是用餐吃东西的地方，所以我们刚刚是窝在这个沙发，然后你知道低头这样子吃的。第3个是它这边的 WiFi 没有很稳。我在订房的时候，它其实有特别写说，哦，我们是山区，可是我们 WiFi 很强。可是我们实际上住下来体验是很容易断，然后他们的说法是因为离那个发射器有一点远，对，所以我们最后蛮多时间其实是使用自己的手机的网络，对，所以来这边住的人记得你的网络一定要买够。然后，尤其是如果你是像我们这样子网络的重度使用者。第4个点就是它的住宿没有给室内拖，但是它又是这种水泥的地板，要么是那种草席，草席就是走起来会刺刺的，所以光脚的感觉就是不是很好。如果要来住的话，我觉得建议可以自己准备那种，你知道饭店会给那种室内拖。再来就是它的浴室的设计有点奇怪，就是我们有2个人，可是只有1个挂钩可以挂毛巾，所以另外一条你就会不知道摆在哪，最后就会放在水槽上，然后浴室就看起来超级乱。还有一个点我觉得蛮严重的，就是虽然说它的床啊，我这有开箱给大家看嘛，就是你可以看到日出很漂亮，但是它的床边呢，它有做遮光帘，但是是半遮光帘，它是没有整个让你盖住的，所以大概在早上7点就会觉得超级热，直接被热醒的那一种。所以就住宿体验来说，我要提醒大家，这里不会是那种你知道5星级饭店很宾至如归，就是方方面面都把你照顾得很完美的那种。它是有蛮多小细节，我觉得需要改进。但整体来说，我还是会推荐这间饭店，因为它的 view 是真的很好，不管是在床上或在浴缸，我觉得都非常的享受。然后星星天气好的时候是真的很赞。但这边有一个好处是在上一间没有的是，它这一间算是饭店式的管理，就是楼上有 reception 嘛。所以你任何时候、任何问题都可以有人来帮你处理。像我们第一天来的时候，马桶冲不掉，他是马上来处理。然后随时房间没有水，也可以有人送来。对，所以
两间就是蛮不同的感受。好的，在这个约会行程正式结束之前呢，我们来访问一下选到这2间 Airbnb 的 JC， 你比较喜欢哪一间？第一间，因为空间大很多，海景也没有输山景啦，不需要每天出去的时候都走那个很陡的路。这个真的超累。还是觉得你2间都找得很好。不做，那以后可以请你当我们不只是旅行的旅游规划师吗？再说。好的，大家如果喜欢看 JC 出现在影片里面的话，可以留言跟我说，他会考虑。不要。好的，以上这个就是我们这次的约会行程的分享。其实最一开始呢，跟 JC 说我真的只拍一点点，结果从头到尾都在拍。希望以后可以常常出来旅行，可以吗？要，可以拍吗？要不要？最后强调一次，就是我们这次2间呢都是自己花钱住的，没有跟任何的屋主或是 Airbnb 合作，所以大家如果有去住到真的有什么不满意的话，千万不要怪我，我应该都会把我的体验全部都分享在上面了。那最后就是喜欢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一个喜欢，然后可以把影片分享给你的男朋友、女朋友，叫他跟你一起出来玩。可以留言告诉我你喜不喜欢看约会放闪系列，可以敲碗下一集想要看去哪里约会，前提是要他有空。最后就是要记得订阅、开铃铛。我们下一支影片见喽，拜拜！好可爱哦！他还给望远镜，看得到什么东西？你去帮我们看一下。看鸟吧。没有，这个东西其实原本是要加钱的，我原本是没有订这个，但他就说知道是我们的周年，免费送我们一个花瓣枣，花瓣枣，拍的很用心。